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每次上茶楼，大家最爱点什么呢？舅舅最喜欢这鲜虾炸饼，嘟嘟也很喜欢，每次必点。其实它很容易做，如果您也喜欢，就一起来看看吧。虾米20克，洗净后清水泡软，鲜虾去壳去线后，净重300克，韭菜1小把，多或少一点都可以。洗净后切成小段备用，锅里倒点油，再将剁碎后的虾米倒入，低火爆香。爆香后搁置备用。料理盆内倒入预先备好鲜虾末，加入半小匙白糖，1大匙玉米淀粉，半小匙胡椒粉，1小匙生抽，1小匙麻油，将所有食材拌匀。接着加入1小匙食用油，这食用油也可以用猪油替代，味道也很香。好了，接着再加入爆香后的虾米、韭菜40克、1条切细的红辣椒，将所有食材做最后拌匀。口味比较重或喜欢将成品当成菜肴搭着白米饭享用的朋友，可以适量加入一点盐，这里舅舅也加了1/4小匙。将拌匀后的食材抛一抛，完成后的成品会更弹牙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备好1张这软性腐竹皮，剪成长6寸、宽5寸长方，一共需要10张。1大匙玉米淀粉，加入2大匙清水拌匀，这是要用来沾腐竹皮用。取1张腐竹皮，用湿巾2面抹干净。腐竹皮一般用盐防腐，不抹干净的话会很咸的。在腐竹皮正中勺入适量内馅，这里舅舅勺入约40克。再用料理刮刀将内馅摊平，然后再将腐竹一端折起，手指再沾点玉米粉浆，将腐竹皮另一端边缘抹上，再将内馅盖上。一个腐竹皮韭菜鲜虾饼生坯就完成了。此食谱完成后，共10件。炉开，预热1锅油，取出1点玉米淀粉，再将备好的韭菜、鲜虾生坯两面都拍上1点薄薄玉米淀粉。油热后，再将生坯放入油炸，这时候记得将炉转至中低火。油炸过程中，腐竹皮会粘连，所以不要一次太多件油炸。油炸过程中，记得不停翻面，确保生坯受热均匀，油炸后的颜色才会好看，也比较酥脆。虾容易炸熟，基本上2分钟就够了，油炸至金黄色后即可离火。相同的步骤与做法，一直重复至完成。哇，又香又脆的。是的，这样趁热享用最美味了。这鲜虾饼蘸点美乃滋享用，更是美味，也太好吃了。是的，真的很满意。希望大家喜欢舅舅今天的分享，这食谱不错，大家可以试试。还有什么您想学做的吗？告诉舅舅，会的，我一定给您做。谢谢大家的观看与温馨留言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大家
再见。大家好，彼得又来了。舅舅好，大家好。嘟嘟好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肉燥丸果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肉碎碗糕。它咸口味，可以当正餐，也可以当点心小吃，容易料理又很美味。舅舅特别推荐，今天有缘看到视频的朋友，请找个时间试试看吧。首先必须备好一份这肉燥，锅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足够将葱片油炸就好。这食谱油用的不多。接着将备好的葱片倒入，炉开中火，将葱片油炸至金黄色。约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了。离火，将油炸后的葱酥沥出，原货不需清洗，直接将200克肉末倒入，中火炒香，一直炒至肉末色泽转白。在肉末炒开后，像视频中这状态，这时候再将50克生抽倒入，炉火可以稍微调低。有些朋友喜欢在这里多加一点虾米，如果您喜欢也可以。3朵香菇预先泡软，再对半切开，加入炒香。1/4小时五香粉，半小时胡椒粉，稍微拌炒一下。接着再将沥出的油葱酥加入拌炒，炉火不要高，这样慢炒就不用担心食材糊底。炒至生抽收干，这时候再将400毫升清水分2次加入，先加入一半，盖好，再慢火焖煮。煎中开盖拌一拌，水比较收干后，再将另半份水全部加入，盖好，继续焖煮。整个焖煮过程约20至25分钟，焖煮至肉末与香菇变软，酱汁比较收干后，就可以离火了。不要收得太干，要保留一些酱汁，在最终享用成品时少一点淋在表面。哇，那口感口味真的特别享受，单听都馋了。不急，一会你就有的尝了。完成后的肉燥静置备用。我们接着处理碗糕部分，锅里倒入400毫升清水，半大匙白糖，半小匙盐，这是沥出来的炸葱油，加入1大匙，盖好，大火煮开。料理盆内倒入30克玉米淀粉，120克粘米粉，台湾的朋友记得用再来米粉替代。接着加入175毫升清水拌匀，都是淀粉类，很容易就拌开，大家可以放心，这不会有结干粉粒的困扰。大家可以看看，很简单的就拌开了。我们先将米浆过筛，这样完成后的成品会更细致。将米浆过筛到一个体积较大的量杯内，一会比较方便匀分。过筛后的米浆先搁着，这时候放下去煮的水也煮开了，记得这水必须煮至沸腾。取出，趁热冲入备好的米浆内，这米浆加入这热水后，煮半熟，达到水与粉不分离状态。这水很热，请小心处理，小心避免烫伤。备好5个耐高温小瓷碗，在碗里涂上一层薄薄炸葱油防粘。这改用铝制小碗也行。如果家里有5花碗的朋友，那个量比较大，备好4个就够了。蒸锅里预先热水，
垫上蒸格，预先将小碗蒸热约5分钟。蒸至水开上气后，像大家在视频见到这状态，这时再将米浆拌一拌，再匀分倒入小碗内，每小碗约7分满。盖好，大火蒸20分钟。准备3个水煮蛋，去壳再对半切开，备用。时间到了，熄火开盖。因为此碗预先加热，膏体自然呈现凹槽效果，很漂亮。插至竹签，竹签竖立，说明膏体已够熟。放入切半水煮蛋，半朵香菇，接着再勺入适量肉燥。哇，这很香哦。这肉燥真的很香，再配搭上软嫩的洁白米糕，真的特别诱人。这肉燥匀分5份，分量刚刚好，没有太多或不够的问题，配搭的刚刚好。盖好，再大火蒸个5分钟。这除了加热铺在上层的食材，也可以让米糕吸收肉燥香气，让整个成品更能融为一体。时间到，熄火取出，将肉燥的酱汁勺一点加入米糕内。加一点葱花、红辣椒细丁、来吧，嘟嘟。马上可以享用了。好的，马上来。完成后的肉燥丸果，趁热享用，口感上带一点软糯，粉与水的比率感觉上很对，口感上绵密又细致，加上这肉燥加了一点的五香粉，很少的调味料，很清香，完全不油不腻，真的太好吃啦！这碗糕冷却后不需重蒸，就能直接享用，而且口感上更 Q 弹，嚼起来更弹牙。一样很好吃。今天这肉燥碗糕，舅舅个人特别满意，嘟嘟也很喜欢，是吧？如果晚上预先备好食材冷藏，第2天早上蒸一蒸，是个很不错的早餐选择。天热，孩子不吃饭，蒸个正餐也足够营养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，好好吃。